世界千变万化，新闻随时发生，一波为您追踪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2月12日星期六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。特鲁多希望停止资助加拿大非法抗议活动的外国资金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表示，在一些在线平台上，加拿大卡车车队抗议者的一半以上资金来自美国。特鲁多说，他与美国总统拜登谈论了美国和全球对反对 COVID 指令的抗议活动的影响。这些抗议活动封锁了渥太华市中心的街道和通往美国的过境点。他指出，在一些筹资平台上，美国捐款的数量接近 50%。在美国，共和党和极右人士支持抗议活动，包括前总统特朗普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乔治亚州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。美国计划组建一个类似的车队，这可能会中断周日的超级碗比赛和拜登3月1日的国情咨文演讲。新民主党表示，他希望自由党政府停止对车队抗议活动的美国干涉和外国资助。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不会对悬而未决的动议发表评论。自抗议活动于1月下旬首次开始以来，抗议者已筹集了数百万美元。GoFundMe 上的第一次筹款活动筹集了超过1000万美元。最初的100万美元捐给了抗议者，但该平台上周宣布将停止捐款，并将其余款项退还给捐助者。美国基督教筹款网站 GiveSendGo 筹集了超过800万加元，但安大略省政府周四获得法院禁令，阻止该平台分发资金。GiveSendGo 在 Twitter 上声称，无论如何他都会分发这笔钱。总部位于英国的战略对话研究所的传播和编辑部主管蒂姆·斯奎雷尔表示， GiveSendGo 活动的资金似乎来自国际来源。皇家军事学院和皇后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·勒普雷希特本周早些时候告诉国家邮报，筹集的资金数量、筹集的速度引发了人们对资金来源的严重质疑，和有些人可能来自俄罗斯，这并非不可想象。斯奎雷尔说，他的组织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，但这我永远不会排除。据民意调查，大多数美国人说派兵去乌克兰作战是个坏主意。根据周五公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，大多数美国人赞成以某种方式援助乌克兰，但大多数人反对派遣美军进入该国，以应对俄罗斯入侵的威胁。俄罗斯军方在与乌克兰的边界集结了超过10万名士兵，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，即俄罗斯准备像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那样入侵前苏联国家。这项由 YouGov 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， 42% 的受访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，相比之下， 24% 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， 34% 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。55% 的美国人表示，他们反对派遣美军在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士兵作战。只有 13% 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。34% 的美国人不赞成美军前往乌克兰协助，但如果发生入侵，则不与俄罗斯人作战。33% 的人支持这个想法， 33% 的人不确定自己的立场。拜登政府此前曾表示，美国将支持乌克兰，但已表示美国不会向该国派遣军队。周六，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 下令160名美军撤出乌克兰，因为官员们表示，入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。民意调查显示，美国人更看好那些不涉及将我们的军队直接派往乌克兰的措施，例如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向北约国家派遣军队，以及向乌克兰派遣武器。50% 的受访美国人表示，他们认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个好主意。只有 20%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这个想法。拜登总统曾表示，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该国将经历严厉的经济制裁。40% 的美国人赞成向盟国派遣军队，而 23% 的参与者反对此类行动。该调查于2月5日至2月8日在1500名美国成年人中进行。
误差幅度为正负3个百分点。加拿大在周五、周六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。加拿大在北京奥运会第9天又获得了一枚单板滑雪奖牌，而男子曲棍球队与美国的首场比赛则以失望告终。加拿大的 Elliott Grondin 和 Marietta Oden 在混合单板滑雪越野赛的奥运首秀中获得了铜牌。Grondin 和 Oden 已经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个人比赛中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。在男子500米决赛中 ，Laurent Dubrow 以34.522的最终成绩完成了几毫秒的奖牌领奖台。对于进入奥运会的排名冠军来说，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。加拿大女足在溜冰场上再次失利，以7比6输给了瑞典队。球队现在在周日对阵瑞士的下一场比赛之前，在循环赛中保持着1比2的战绩。男子队在当天晚些时候也以7比4输给了瑞典队，使他们在周日与美国队的比赛中取得了2比2的战绩。由 Catherine Stewart-Jones、Daria Beatty、Sandrine Brown 和 Olivia Buffard-Nesbitt 组成的加拿大队在女子4×1.5公里接力赛决赛中获得第9名。该团队以3分40秒落后于俄罗斯队，后者获得了金牌，而德国和瑞典则获得了银牌和铜牌。加拿大下周将宣布 COVID 边境措施的变化。渥太华联邦政府将于下周宣布改变加拿大边境的流行病措施，卫生部长 Jeanine Stuckels 周五表示，而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表示，该国正在寻求更可持续的计划来管理 COVID。目前，政府建议不要进行所有不必要的国际旅行，因为 COVID 的 Omicron 变体会发出威胁。除少数例外情况外，来到加拿大的外国公民以及乘坐飞机、客运列车或轮船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人必须接种 COVID 疫苗。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在越过边境之前需要接受 COVID 测试要求，并且可能在抵达加拿大机场后再次受到 COVID 测试要求的约束。去过加拿大或美国境外的旅行者也需要隔离，直到他们抵达后的检测结果呈阴性。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调整将采取何种形式。首席公共卫生官 Theresa Tam 博士周五证实，正在对旅行建议进行评估。与此同时，随着 COVID 病例数在整个大流行期间上升和下降，对入境旅客的 COVID 检测要求各不相同。检测也受到旅游和商业团体的严厉批评，认为它们昂贵、繁琐且不必要。谭博士说，由于 Omicron 变体的传染性，很难在边境阻止每个病例并防止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。与此同时，加拿大的新病例数量已降至每天报告约11000例，尽管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，因为许多司法管辖区已将检测限制在高风险的人身上。尽管如此，加拿大不能简单的决定与病毒共存并完全取消措施，而许多人仍然死于 COVID。医院容易受到可能压倒性的重病患者涌入的影响。Duclos 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人需要接种疫苗并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。每天约有130人死于 COVID。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每天约有8700人在医院接受病毒治疗，1000人正在接受重症监护。谭说，虽然仍然很高，但这些数字表明加拿大已经过了 Omicron 浪潮的峰值，各省可以开始放宽 COVID 限制。各省还必须为未来做好准备，因为病毒不会消失，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异，传播和严重程度不确定。他说，这些计划应包括检测、公共卫生措施、疫苗和治疗。他说，家庭应该继续采取保护措施，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，并使用口罩、社交距离和疫苗接种等个人防护措施来降低风险。阿尔伯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师对该省迅速放松 COVID 卫生措施表示强烈反对，这表明这可能会延长大流行。在发给总理 Jason Kenney 和联合保守党高级官员的一封公开信中，约有25名在公共卫生、
传染病和社会流行病学方面具有不同经验的人表示，政府正在使用选择性数据来支持其所需的政策。不做这一件事会导致 Omicron。没有接种疫苗可能导致 Omicron。卫生专家多次对 COVID 大流行感到困惑和沮丧。即使在今天，也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完全接种疫苗。截至2月5日，这一数字为 64%。尽管研究表明，全面接种疫苗对 COVID 引起的严重疾病、住院治疗和死亡具有高度保护作用，即使涉及到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体也是如此。这使美国落后于其他60个国家。但最近，专家们对另一个事态发展感到困惑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只有极少的美国人接种疫苗，尽管有证据表明这些接种显然是防止感染 Omicron 的。截至2月5日的最新数字，在美国，有资格获得疫苗接种的人中，只有大约一半接种了疫苗。疫苗接种可防止感染 Omicron。根据1月下旬发表在 JAMA Internal Medicine 上的一项研究，与只接种2剂疫苗的人相比，接受加强注射的人患有症状的 Omicron 感染的风险降低了 66%。其他研究表明，加强针使急诊室和紧急护理中心的就诊次数减少了 80%。疫苗接种为重病或死亡高风险人群提供至关重要的保护，即使他们已经完全接种疫苗，例如65岁以上的人。虽然 Omicron 在大多数人中引起轻度疾病，但它仍然对这些群体构成严重威胁。混淆政府关于谁应该获得接种的信息，最初他们只推荐给老年人和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，然后再扩展到所有成年年龄组，他们可能滋生了对接种的犹豫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谢尔·瓦伦斯基博士和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·福奇博士说，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接种加强针。中度或重度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应该在第一次加强免疫后至少3个月接受第2剂加强剂 Moderna 或辉瑞 mRNA 疫苗的第3剂。接种强生疫苗的人应该在初次注射后至少28天接种 mRNA 加强剂，然后在至少3个月后接种第2种 mRNA 加强剂。Omicron 超级传染性，但对每个人都不友善。Omicron 如此具有传染性的事实，许多人迄今为止感染了 Omicron。其他人看到接种疫苗的朋友和家人感染了突破性病例，可能抑制了对加强剂的热情。但专家表示，数据清楚地表明，加强针可以预防 Omicron 从感染到严重疾病和死亡。事实上，一些专家表示，第3次注射不应再被视为加强剂，而应被视为主要疫苗系列的一部分。如何保持安全，遵循基本防护措施，并帮助结束这场大流行？无论你住在哪里，尽快接种疫苗。如果你住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，戴 N95 口罩，不要旅行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避免大量人群，不要和没有庇护的人一起进入室内，特别是在酒吧，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，过上最健康的生活，不要错过这个拯救生命的建议。民航局对3个入境航班发出熔断指令。民航局网站消息，2月10日，民航局再发熔断指令，对南方航空公司 CZ3040 航班新加坡至广州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946 航班卡拉奇至郑州、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KL857 航班阿姆斯特丹至上海实施熔断措施。根据民航局通报，2月1日入境的南方航空公司 CZ3040 航班新加坡至广州确诊新冠肺炎旅客7例，鉴于 CZ8134 航班新加坡至武汉为 CZ3040 航班的奖励航班，自2月21日起暂停 CZ3040 航班运行2班，取消奖励航班 CZ81334。2月2日入境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946 航班卡拉奇至郑州确诊新冠肺炎旅客6例，自2月28日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2班。
2月2日入境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KL857 航班阿姆斯特丹至上海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，自2月21日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2班。上述熔断的航班量不得用于其他航线。民航局要求上述3家航空公司要做好后续航班旅客安抚和机票退改等服务工作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了解、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。如果对您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及转发。打开小铃铛，您就能及时收到本频道的更新通知，足不出门了解身边事、本地事、天下事。下期不见不散哦！